武打明星吴京自导自演的商业电影《战狼》收获了不错的票房，也赢得了一些热血青年的口碑。那么这部电影呢，是以外国雇佣兵非法进入中国境内执行任务，接下来开展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这个战争场面呢，打斗场面呢，拍得惊险刺激，还挺好看。不要小看中国，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压到中国就别想出去。那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呢，很多观众朋友都对这个外国雇佣兵产生了兴趣，就说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和正规军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是身怀绝技的战争机器，他们是冷酷无情的职业杀手。从电影《战狼》中的大反派到敢死队中的传奇英雄，雇佣兵在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从西班牙、法国的外籍兵团到哥萨克、尼泊尔的雇佣军，为何他们以骁勇善战闻名世界？美国黑水公司迅速崛起，它为何成为了雇佣军的培训基地？在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黑水公司的雇员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随着反恐形势的严峻，为钱而战的雇佣军会带来哪些隐患？这个雇佣兵，你看着骁勇善战，可是他们并不是军人。他们出生入死，可是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战。为什么呢？他这一身能耐啊，都是为了挣钱。谁给我钱，我给谁卖命。所以雇佣兵这个词呢，在英文里边和唯利是图者是一个词啊，它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是这一类勇夫。我就是为了钱卖命，谁给我钱我替谁效力，所以他也没有是非对错观念。一个美国雇佣兵曾经说过嘛，我就是为钱卖命的啊，我可以给这个里根卖命，明天我可以给卡扎菲卖命啊，就他没有是非对错，谁给我钱我给谁打。所以这个雇佣兵由于本身这样的性质，其实它是一种职业战争工具。所以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呢，愿意以雇佣兵为题材，这是一群很神秘的人，很特殊的人，而且从事的是出生入死啊，等于在刀头嗜血这样的日子。那么以雇佣兵为题材的影视剧比较多。你电影里边，咱们这不说这战狼吧，之前大家印象比较深的野俄敢死队，野俄敢死队呢，它里头那个福特纳上校有真实的原型，原型是一个英国上校麦克霍尔。这个人在60、70年代呢，先后5次组织雇佣军进入非洲作战，在非洲享有很高的声誉，都知道这个人厉害。当时德国的电台呢，称他为叫疯狗麦克霍尔，就这人太疯狂了。他在70年代初呢，亲手要组织野俄敢死队介入莫桑比克的战争。后来呢，这计划没有成功，所以70年代末在拍电影的时候，请他来做军事顾问。他建议把电影的名字原来叫《细细的白线》，说改名就叫《野俄敢死队》。然后他还让自己手下的雇佣兵在里面出演了几个角色 ，Go。所以《野俄敢死队》给我们中国观众，尤其是中老年观众朋友印象很深。那么这几年这类电影当中，比较名气大的呢，应该说就叫《敢死队》。敢死队拍了123。也是以雇佣兵为题材，但是只是借这个题材，其实只是向过去那种肌肉电影致敬，也召集了像史泰龙啊、这个布鲁斯、威利斯、李连杰啊等等这帮人。但是这部电影它不是写实的，为什么呢？这些所谓的这个动作明星啊，年龄加起来439岁，平均年龄超过50，最大的史泰龙64岁，最小的这个斯坦森都38岁了，一群老男人。真实的雇佣兵里头是不可能用这个年龄的，因为这个年龄你根本没法适应高强度的对抗。有人说那有什么不能适应？这些还能打，能打是能打，那你的体力呢？我们在战狼里看到，那雇佣兵在丛林里边长期的这个野外生活，各种苦都得吃。你要如果不是年轻力壮，你根本吃不了这苦，你扛不住。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敢死队里头这些所谓的雇佣兵，这个年龄最多就当个战地顾问，那不是真实的。那么真实世界里的雇佣兵到底是什么状态？他们是些什么人？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一直以来，雇佣兵都被看作是一群要钱不要命的乌合之众。
他们以个人或小团体为单位，侧重政变、绑架、暗杀、劫掠财物，因此也被称为战争动物。一般情况下，雇佣兵的招募直接不通过政府组织，而是通过各个保镖公司完成。因此，雇佣兵的来源很复杂，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大多数雇佣兵都是退役的军人或警察，有的为了生计而加入雇佣兵，有的却是难耐退役后失去英雄的光环的感觉，想要在战斗中重拾信心和满足感。除了这些人，雇佣兵的招募对象也包括平民、亡命徒，甚至被流放的囚犯等。不管你从哪里来，不管你曾经干过什么，只要你报名通过考核，就可以加入。此外，雇佣兵的回报根据任务危险程度不同、兵种不同、来源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档次。例如，美国雇佣军公司在伊拉克的雇员平均日工资为1000美元，塞拉利昂政府雇佣军每人每月的报酬约为1.5万到1.8万美元。一旦成为了雇佣兵，就意味着必须接受极尽严酷的军事训练，忍受羞辱、恐怖、痛苦，成了新兵的家常便饭。因此，非人的训练吓跑了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学员。据说，平均每10名学员中只有1人能完成训练，其余的大都忍受不了痛苦而中途退出。这个雇佣兵其实很早时候就有。你拿中国来说，东晋时候老谢家是大族，他组织社会上闲散人员组成个军队，叫北府军，专门替人打仗。你记着大破苻坚那个淝水之战，那就是雇佣兵打下来的。那在欧洲中世纪时候呢，也有大量的雇佣兵啊，这会替这个国家打，那会替那个教派打。就包括日本，我们知道日本过去幕府时代有忍者，忍者是啥？忍者其实就是雇佣兵，就替人执行救援呐、暗杀呀、围剿等任务。我今天替你干，明天替他干，所以雇佣兵是个很古老的职业。我们看古龙小说里边就说人类有几个古老职业，古龙写说杀手就是最古老职业。有人就有杀手替人卖命，要别人性命吗？雇佣兵其实就是集团作战的杀手，就是职业刺客的团队版。所以这时候雇佣兵呢，从古至今都是按照有组织的形式来招募的。在世界范围之内呢，这雇佣兵呢有几个比较出名的，就是属于一种进入正规序列的。你像法国和西班牙有外籍兵团，这2个兵团名气很大，很早就有了。当年西班牙在1920年在非洲招募这外籍兵团的时候呢，就是非洲一些少数民族的部落被招上来，这些人非常凶悍，在迎接他的总监视察的时候，每个人拿着刀，上面都挑着一个敌人的头颅，当时把那总监吓得差点没昏过去。后来西班牙有些狠角色也充当了雇佣兵的指挥者，就是指挥的是自己人嘛。西班牙著名的独裁统治者弗朗哥就曾经给雇佣兵当过头。法国的外籍军团和西班牙的外籍军团就是和这个2个国家祖国本身没有任何沾边，他们不必为国家效力，只需要军队就是我的上帝，军队就是我的国家，我为军队效力就可以了。所以往往招募这个外籍兵团呢，应该说都和自己国家甚至和冲突国家没有关系，所以这是有组织。你不要以为雇佣兵是散兵游勇，他们也是有组织的，而且你只要钱给到位了，他100%给你效力。就雇佣兵钱要到位了，战斗力是很强的，因为人家就是职业。如果我这个东西打仗不好使，那我还怎么挣钱呢？我干的就是这个买卖，就是这个生意了。但是雇佣兵你要钱不到位，危害也非常大，他不能白打白杀呀，得把钱捞回来。如果打别人你没给到钱，转过身他就打你。所以雇佣兵用不好了，那就是双刃剑杀人1万自损8000的事经常出现。从历史悠久的哥萨克战士到骁勇善战的尼泊尔青年，从少数民族部落到心系战争的退伍老兵，他们因何打响了雇佣军的威名？为何联合国一度取缔雇佣兵制度？现代雇佣兵又以何种身份重返战场？美国黑水公司迅速崛起，它因何成为了雇佣军的培训基地？黑水公司又因什么事件引来了国际谴责？那么说这里头都些什么人呢？
你看，咱们结合历史说一下，在这个前苏联呢，这领地之内啊，中亚一带啊，顿河一带有大量的哥萨克骑兵。这哥萨克骑兵是历史上著名的雇佣军，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有。就是普京后来进行这个车臣剿匪的时候，曾经有60多名哥萨克雇佣兵跟2000多名车臣匪徒对抗，打到最后就剩6个人。就现在，哥萨克骑兵是普京手里头一个利器，利用哥萨克雇佣兵和这个车臣武装分子打，甚至在一定程度都成了车臣武装分子的克星。所以这些有一些这个民族，他本身没有强大的这个经济实力，往往呢，这个人剽悍好斗，所以这个时候用他来，你包括这个活跃在尼泊尔的那个库尔克人。库尔克人当初就是英军入侵尼泊尔时候，发现这个民族的人骁勇善战，而且有双铁脚板，崇山峻岭之间来去如飞，非常好斗，就把他们弄来了。那么说这些人，除了我刚才说这个少数部落以外呢，还有一些大量的退伍军人啊，也有一些退伍警察，还有一些亡命徒。那么这些最多的像以色列的雇佣兵最多，世界各地都有。为啥呢？以色列在中东多年处于战争状态，所以他训练了一大批啊，就是各方面素质比较高的骁勇善战的人。那么这些人到了一定年龄，到了30多岁就要退役了，可退役之后呢，脱离了部队生活，他倒受不了了，而且收入各方面也减少了，所以他索性我有一技之长，我拿起武器，我继续当雇佣兵来维持自己过去那种生活习惯。有很多雇佣兵就把战争当作自己爱好，不打仗就难受。我们可以看到战狼里边那些外国雇佣兵，没有谁觉得这执行这任务出生入死感到很危险可怕，反而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雇佣兵里边有很多习惯使然的退役军人，还有一部分亡命徒就拿这个当营生干，他还觉得挺有意思。所以这是雇佣兵里边非常复杂的构成，就是国际上对雇佣兵呢也有规定。就雇佣兵首先呢，比方说战争打起来了， A 和 B 两个国家打起来，雇佣兵首先既不是 A 国人，也不是 B 国人，也不是被占领的 C 这个地方的 C 国人，都不是。同时也不是有一个帝国，我要派我的自己的人帮你在 A 国和 B 国打仗，你这个雇佣兵也不是这个帝国人 ，A、B、C、D 都不沾边，这才叫雇佣兵。当然2003年的时候呢，联合国出台了一个文件，就说这个雇佣兵啊，各国不能再使。为什么呢？这雇佣兵啊，有时候容易造成无国界战争，就不知道谁打谁了，还容易使战争变得常态化，就各个国家大量使用雇佣兵，这没有好处。所以从那以后呢，就专门组织雇佣兵这个事儿啊，越来越少了，改成什么呢？我借助保安公司，我以公司化运营。你像美国有个世界上最大的保安公司叫黑水公司，经常负责训练特种兵啊，包括雇佣兵他们也训练。黑水公司呢，是原来美国有个海豹突击队，大家都知道，著名特种兵部队海豹突击队的退役军官组织的，是97年这个公司成立的。现在黑水公司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最大的保安公司，就是我训练这个，你以到我公司雇佣保安保镖的名义雇佣走，其实是打擦边球。1997年黑水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6个人，随后在不到10年内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保安公司，这与它特殊的官方背景是分不开的。2004年6月以来，仅布什政府支付黑水公司的全球外交保安服务费就高达3.2亿美元。据了解，在整个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期间，共有超过20万名黑水公司的雇员伴随美军东征西讨。不过，由于没有统一的行业规则和人员培训标准，据统计，自2005年进入伊拉克以来，黑水公司一共卷入了近200起枪击事件。其中约84%是由于黑水公司的保镖胡乱开枪造成的。美国出兵伊拉克、阿富汗，作为军事大国的美国，为何如此青睐雇佣军？在危机四伏的伊拉克战场，雇佣军都扮演了什么角色？雇佣兵战乱成灾，谁该为无国界的战争买单？
雇佣兵背后还隐藏有人说，这个雇佣兵这个市场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要用雇佣兵？这里好处特别大。你像美国大量使用雇佣兵，为什么呢？首先有一个好处是，这个战争容易带来这个伤亡，一伤亡很多国内舆论反弹。你包括美国当年打越战，为什么美国国内反战那么激烈？就我们纳税人拿着钱还得牺牲这性命，你这战争又不是什么正义战争，不是非打不可的，所以美国人反战情绪很激烈，包括介入阿富汗、介入伊拉克，美国国内都有很多人反对，本来就反对，你要再死人死多了，那压力不就大了去了。所以美国大量的使用雇佣兵，雇佣兵有个好处，什么这些人他不是我们正规军队啊，很多也都不是美国国籍，所以他死了，美国国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弹情绪。你像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69%的部队是雇佣兵，伊拉克战争期间更是如此。伊拉克战争这9年，美国军队死了4487个人，这只是你不要以为这些仅仅就是说美国人死了多少人，不对。他所有军队的死亡人数，还有1542名雇佣兵死亡没列到这里边，而且死的过程比较惨。伊拉克人把他们打死了之后，又是尸体烧啊，又什么斩首示众的。由于这些人呢，他不属于正规军，所以不能享受日内瓦公约里提到的战俘。就你要优待战俘什么，他不算是正规军了，也不是战俘。所以他们往往被抓住之后的命运非常悲惨，而且这些人死了呢，他不像美国正规军又抚恤又什么的，善后很麻烦，他是雇佣来的，就是钱的关系，所以善后处理起来很容易，那美国人很愿意使用，所以海湾战争最后就是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撤兵，说还留在伊拉克有157名士兵，不止这些，还有剩下4、5千雇佣兵在这陪着呢。说白了，这雇佣兵好处理啊，把他罪责往他身上一推，还省事。所以这雇佣兵在临时工这意义上来讲呢，它不列入正式的伤亡数字，会减轻作战国家的对自己国民解释的这种压力。所以这是为什么雇佣兵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呢，冲突的过程当中呢，由于有很多国际组织媒体在进行监控，你要使用雇佣兵呢，可以绕开这些监控，万一失败了，轻而易举推卸政治责任。我们的人没出动啊，这是某方面势力花钱雇的，等等等等。你看前不久的乌克兰国内的冲突里边，美国一些西方国家没法介入的时候，就曾经派出雇佣兵到里边帮助乌克兰政府军来抗击反政府武装。近几个月在基辅的游行队伍当中，一些人是被雇佣而来的。视频当中显示，顿涅茨克的街头出现了疑似美国阿卡德米安保公司的雇佣兵。这样的现象使得之前所流传的有外籍雇佣兵加入乌克兰军队的说法变得逐渐可信。就这个方式可以摆脱舆论的控制，因为不是我们国家的啊，别人呢至于背后谁出钱，那你媒体又调查又什么，你也死无对证，所以就是它可以充分的发挥作用。同时呢，你使雇佣他的一方可以减轻很多责任，不必负担政治和道义上种种不可知的风险。所以这是世界战争冲突当中现在使用雇佣兵反而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再有一个，所在这个国家呢没有那么些军队，我要现培养，要么全民皆兵，要么我得花大价钱，我索性直接掏钱雇你。就像说咱家里头是种几亩稻子，买水稻收割机，咱买那玩意儿干嘛？有现成我租一个，雇一帮人给我收割就完了，和这道理一样。所以它才会出现呢，这国内或者2个国家打仗，结果这2个国家人都没有，都别人打，参加战争的人不是这2个国家人，偏偏还是这2个国家发生的战争，很有意思。像叙利亚里边的冲突，一方面支持总统阿萨德的，另一方面是反政府的。那么这2伙打仗，最后你统计发现呢，支持政府的武装和反政府的武装基本都是雇佣兵，没有多少叙利亚国内的人，2头打都打乱套了。就说采用雇佣兵这种方式，你看着花价钱挺高，但其实总体来说还节省成本了。所以你看，避免伤亡带来的对国内压力，避免对国际上的人道主义啊和这个政治上的不可知风险，同时还能节省成本。所以雇佣兵在世界战争冲突过程当中是大量的使用。
有的说到这儿，有人说呢，中国怎么没有雇佣兵呢？这一方面呢，我们现在是和平环境。再一个很主要一点呢，中国部队里头呢，中国是不允许有雇佣兵存在的，因为我们部队2类人，一类是服兵役期间叫义务兵，服兵役；再一类叫志愿兵，就兵役服完了之后，我还愿意留在部队，我不转业了，我在部队工作，这叫志愿兵。但是我们国家呢，不准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拥有军队，所以在中国不存在雇佣兵。那么这些雇佣军呢，长期以来从事的打打杀杀的事儿，他往往有的就是亡命徒，有的已经习惯了。很多雇佣军心里都有问题，就他其实在杀戮环境下已经待习惯了。所有雇佣兵往往有时候在和平时期说他挺危险，就像我们说美国的这4星上将巴顿，战争结束之后，他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了，所以他拼命希望再挑事，再制造东西方之间这种对抗。其实从这点来讲，就是他习惯战争氛围了，到和平年代时候他接受不了了，往往这时候会带来一定危险。所以有时候雇佣兵在和平年代，他往往会有一些非常危险的表现，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非常反对雇佣兵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那么反对归反对，雇佣兵在当今世界依然有着非常大的市场。为什么呢？这很简单，广告里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雇佣兵来说就是你要没有这种战争冲突，就不可能有雇佣兵存在。只要世界不完全和平，局部地区冲突不断，甚至有升级的可能。在这种国际局面下，雇佣兵是不可能绝迹的。所以就说有朝一日没有极端的战争冲突了，或者任何冲突，我们都可以通过在谈判桌上和平的解决。只有到了那一天，雇佣兵这种杀人的职业武器才会自然而然的消失。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战略核潜艇部队，紧跟着呢，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官方媒体又对战略核潜艇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解密。这是中国战略核潜艇部队成立42年以来第一次的大规模解密。海军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是我军第1支核潜艇部队。那为什么这么神秘呢？我们讲核威慑和核反击，你隐蔽的那个地方你才有威慑。这也等于向我们广大观众朋友撩开了中国战略核潜艇神秘面纱。我们观众朋友当中可能有很多军事迷，对这个战略核潜艇充满着这种好奇心。那么有人说呢，战略核潜艇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武器。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不至于吧，核潜艇是以核反应堆作为动力装置的潜艇，装备有鱼雷和核战略导弹，主要作用是攻击海上目标以及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核打击。目前全世界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有6个，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其中美国的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最具代表性。首先，它的动力来自于核反应炉，反应炉将海水转化为蒸汽，蒸汽使巨大的涡轮旋转，进而推动潜艇。反应炉拥有30年的寿命，这意味着30年之内不用补充任何燃料，有需要时潜艇能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在潜艇的螺旋桨周围设有降低噪音的巨大导管，同时整个艇身外表覆盖橡胶涂层，来降低与水摩擦的声音，这样核潜艇便可维持隐遁，避免被侦测到。当然，这一级别核潜艇更配备有精良的武器，12具火箭发射器，用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或核导弹，4具鱼雷管随时就绪，准备打击任何军事目标。其实为什么说战略核潜艇是威慑力最大的武器？首先来自于它的隐蔽性，就是我们看，无论你是地面攻击还是空中攻击，在现在来看，有很多能够追踪到你导弹，并且实行拦截的各种各样防御手段。这种防御手段首先立足于对你的武器攻击线路以及武器本身的定位，但是战略核潜艇就躲开了这种探测，
由于它是在水底下，我们现在已知道的各种探测手段，你比方说这个电磁辐射探测手段、声波探测手段，这一些对战略核潜艇来说都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所谓的传输探测手段在水下，它的功能要不然是完全消失，要不然就大打折扣，它无法穿透这个水的阻力。所以导弹多少个发射井在什么位置，人家一清二楚。如果你要第一次打击，把那些导弹基地，把那个好东西都给摧毁了，怎么办啊？你说要战争了，我马上已经准备好了，沉到水底下，我几个月不出来，在我门口，我在找水深地方，我准备发射导弹过去，下去他找不到你。Go， 最为关键的，它为什么是威力最大的武器？因为你看，我们在这个空中打击和地面打击，还有水上的打击，我们管这叫海陆空。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海陆空呢，还要包括水底下这个战略核潜艇。为什么叫战略两个字呢？它不是战术性的呢？就是像一个紧握的拳头一样，我不一定打你，但是我攥紧了，随时准备打你，这对你就会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它就当你地面部队，比方说你这陆军被对方打击的全军覆没了，空军也不行了，而且你的陆地上的和空中的发射核弹的力量都被对方摧毁了，不要紧，并不意味着你最终就走向失败。那么很可能就在水下的战略核潜艇，这时候发射出来导弹，会给对方造成第二次核打击，从而扭转战局。所以这个武器的特点是我不一定使，可是对你来说是巨大的威胁。那么潜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准确来说呀，非军事意义的潜艇呢，在16世纪末就出现了。当时在欧洲有人出于好玩啊，或者想用它来开发海底资源，当时就有。那么用于军事意义上的这种潜艇呢，它是在这个美国独立战争时候出现的。当时用的什么方式呢？就是通过脚踩往这个下压舱注水的方式让它下去，然后再让它浮上来，然后最长时间在水底下呢，不过就能待半个小时，待30分钟。1776年，美国的水兵艾斯拉里驾驶海龟号潜艇从岸边出发，前往鹰舰老鹰号，计划在老鹰号船底钻孔，并把爆炸物连接在船底。海龟号的螺旋桨无法钻入船身，数小时之后，它已经精疲力尽。黎明迅速来临，他不得不放弃了偷袭。当时也没有实现呢，用这种方式来攻击对方的舰队，没能实现。后来一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呢，才开始出现可以攻击对方舰队的潜艇。然后这个潜艇呢，它前端伸出一个机械手，然后拖着炸药把对方的这个海船给炸掉。那么第一艘这样的潜艇呢，它是杀人1万，自损3000，把对方的船炸沉了，自己也被炸药带来巨大漩涡给弄得沉没了，2败俱伤。当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潜艇的技术发展越来越成熟。真正的潜艇技术在战争当中大量的使用是第2次世界大战，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来自希特勒法西斯集团的战术，叫狼群战术。狼群战术什么意思呢？就是德国的军队在大西洋行驶，他的舰队在上面行驶，他得密切关注盟军。你比方说英国、美国，他的这种战略补给船，运武器的、运战略物资的，一旦要发现这样的船队，它不有护航舰队吗？那好，附近的德国的潜艇迅速发出信号，都向这块集结，然后在水下呢，行进速度很快，隐蔽条件也很好，就躲过了它护航舰队的火力打击。但是白天的时候，它绝对不会对这个舰队发动攻击，等着白天的时候在周围集结隐蔽着，一到晚上，歘，这些潜艇都升到水面，然后同时向这个护航舰队发出鱼雷。这样的话，这叫狼群战术，就像多个狼在围攻一个猎物一样。所以当时这种方式呢，给这个英美盟军呢海上运输带来了极大的打击。这也是第2次世界大战呢欧洲战场开辟一开始盟军受到很大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2战中，潜艇所展现出来的优势不仅仅局限于狼群战术。1944年11月27日，日本海军一艘名为信浓号的庞大航母满载官兵缓缓离开了海军基地，开始了它的首航。入夜后，为了防止受到偷袭，
航母关闭了所有灯光，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28日凌晨3点17分，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响起，伴随着橘红色的火焰，信浓号的右侧被鱼雷击中。随后30秒内又有3声爆炸响起。10点30分左右，这艘当时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航母，在首航行仅17小时后，被潜伏在深海的美国潜艇用鱼雷击沉。据统计，二战中至少有9艘航母是被潜艇击沉。1939年9月7日，英国勇敢号航母在英国西南部海域被德国潜水艇击沉。1941年11月14日，英国皇家方舟号航母在直布罗陀海域被德国潜艇击沉。1942年8月11日，英国鹰号航母在直布罗陀海峡被德国潜艇击沉。1942年9月15日，美国黄蜂号航母在所罗门群岛附近被日本潜艇击沉。航母在现代战争中被称为移动的飞机场，是迎敌制胜的利器，在现代海战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在潜艇不动声色的攻势之下，航母很难组织有力反击，这就是核潜艇被称为航母杀手的主要原因。所以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率先发明了核潜艇。发明了核潜艇之后呢，它的第一艘核潜艇呢是50年代初，名字叫鹦鹉螺号。这个鹦鹉螺号不仅实现了把核弹放在潜艇上的这种重要的攻击手段的开发，还有一点呢是通过里边的这个核动力，通过核燃料带来的核动力，使这个潜艇在水下行进距离越来越远。1958年的时候呢，当时鹦鹉螺号呢在没有任何燃料补充的情况下，独立在水下行驶了11万公里。这在当时来看，远远超过任何常规动力的舰队。所以在这个刺激之下呢，冷战时候和美国对峙的另一个军事大国前苏联也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这艘战舰。当时斯大林就下达命令一定要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发展这核潜艇。所以那个时候美苏的军事对比上看呢，苏联当时制造的核潜艇数量要远远高于美国。有人说这奇怪了，美国你看在航母各方面都比这个苏联先进，怎么在这方面数量落后苏联呢？因为从战略意义上来讲，从全球战略来讲，对于苏联来说，它发展潜艇比美国要迫切。因为苏联的海岸线，我们看像北冰洋这一带，它海面1年多半时间是封冻的，那么保护自己的海岸线和海域，水下是非常重要的。水下的力量甚至要超过水面的力量，所以现在这两个超级的军事大国之间，核潜艇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军事。那么有人就想问说，我们中国的核潜艇呢，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当时我们就发现一个状况，我们相对薄弱的海军力量无法保护我们相对来讲比较漫长的海岸线。邓小平毛主席就讲了，有信心核潜艇1万年搞出来，就这么几句话。公司是这样情况，因为搞核潜艇谁都没搞过，见都没见过，我在苏联也没见过核潜艇，哈哈哈，这个啥玩意儿，搞不清楚。当时有个好条件在那里，我们要搞原子弹、氢弹我们得找到有光的金属铀一个核燃料有就有光。所以在1958年，毛主席做出了决策，由聂荣臻元帅挂帅，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开发核潜艇的这个技术之路。到1971年，我们终于有了一艘自己的独立技术的核潜艇。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在战略核潜艇这方面呢，中国现在已经走到世界前列，它是世界上第5个拥有战略核潜艇的国家。所以你看1971年到现在42年，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是42年以来首次大规模解密我们的核潜艇部队。那么说这个核潜艇都是好事吗？大家记住一点，就像我们看待这个日本福岛核电站那次出事一样，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好处的同时，如果我们控制不住它，它也随时可能转化成恶魔。而对核技术，人类应该说没有完全驯服它。
其中比较常见的事故就是在水下运行过程当中比方说碰撞到海底了，碰撞到岩石了，或者核燃料发生变化了。而且这种事故发生之后往往对于这个核潜艇上的工作人员，那就意味着灭顶之灾。所以在这方面的事故呢，往往也会对所在这个潜艇的部队带来沉重的打击。你看，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俄罗斯有一艘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当时这个核潜艇是非常大的，里边有118名官兵，结果就由于里边核燃料出事了，造成这个潜艇里边爆炸了，它就沉下去了。沉下去之后呢，当时俄罗斯出动了各种力量去打捞，很遗憾的是就打不开库尔斯克号的盖，最后118名官兵全部殉难。这个事情也等于给世界各个国家发展核潜艇敲响了警钟。就如果你技术不过关，带来的灾难会致命的。当然呢，也有过成功的解决这些核问题的先例。这里边有一个当时看来其实是挺危险的，但我们回过头再看呢，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个事发生在1961年7月14号。当时在挪威海域下面，前苏联有一艘核潜艇，代号是 K-19。这个核潜艇上呢也有100多人，结果在挪威海域下面埋伏着、隐蔽着的时候出了问题了，就是里边的核反应堆出现泄漏事件。我们知道核反应堆一泄漏最直接引起的后果是先爆炸，那要爆炸可真不得了。那么这个时候，首先如果它真要爆炸了，它引发的生态灾难，后来有人给估计过，就以当时这个 K-19上面这些核燃料，如果要形成爆炸，它的生态灾难要超过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发带来危害的10倍以上。这个还是小灾难。有人说这都小，还有比这大的。因为我们知道1961年属于冷战的时候，冷战这个时期呢，在挪威海域上呢，正是北约和华约两大敌对组织对峙的焦点。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美国主导的北约组织和前苏联主导的华约组织，这两大军事组织随时有可能因为任何一次摩擦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如果一旦发生核爆炸，那么北约组织根本不会认为你这是自己出现事故。更严重的是呢，这个时候 K-19核潜艇上所有的通讯设备已经无法和莫斯科联络了。也就是说，华约组织的核心也不会认为这次爆炸是自己的一次意外，他们双方都可能会认为这是某一次节点上由这一边主动发起的一次攻击。那这个信号传递过去，尤其是北约要知道了，那会迅速做出反应。然后你既然用核潜艇采用这方式，我们也用核武器。核武器一使用，在1961年那个冷战的敏感时期，非常容易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那么第3次世界大战是不是要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发10倍以上的威力要大得多得多？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个时候 K-19核潜艇上的所有官兵也意识到不得了。这个事儿危难之中，他们想了个办法，就用备用饮水箱里的水，想法接一条管路接到反应堆里去冷却。当然这个也不一定管用，只能说死马当活马医了。可是这个过程，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也知道，日本福岛核电站有很多人不怕死，进到里边完成核反应堆冷却。为什么叫不怕死？一旦受到核辐射，性命难保。